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月1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扣位买入大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过，一笔交易只要盈亏比合适，并且符合你的买点，就可以进场，成功买在大涨之前。特斯拉维持上涨，但90后的上涨要特别谨慎对待，靠近压力反弹走弱就要小心。美股再次迎接212变盘技术，今天我们再次复习一下。这种阿哲特别喜欢用的变盘识别技巧究竟怎么用？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79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有关纳斯达克指数市场技术面的一个观察，阿哲会讲一下之前的观点回顾，以及呢212的变盘技术这一个方法。可以让大家去识别到，而这个地方的低点是一个变盘点，那么股价这一次的上涨，这里是一个变盘高点。那么曾经我们有讲过很多次了，基本一出现，阿哲就会带大家复习一下。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212的变盘技术可以认真学一学，因为最近它即将又要出现了。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们再讲一下关于日内的技术，通过日内趋势怎么去发现目前的市场的强弱，以及日内短线要注意的关键点位。第一部分我们了解完之后，再看到个股环节，因为只有对于大方向、大环境有一个判定，我们的个股才更好去制定策略。如果市场目前是变盘风险，那么后续你要小心，个股哪怕有买点，你要千万注意。好，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要讲到个股方面，分别会是特斯拉、亚马逊、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OD、APP、Circle、SMCI、OKLO、PLTR、Coin、美光、Meta、RKLB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呢需要稍微做个提醒，因为阿哲的视频当中的内容会偏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呢会偏长。当然，如果您不是每只股票都感兴趣，所以呢，也特意制作了一个时间轴，把每只个股分好了段落。您点击对应段落，那么就可以快速跳转到那只股票的分析上，可以快速观看、快速阅读。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不过阿哲唯一的建议就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我们后续所用到的个股分析的知识点，阿哲会在第一部分去交代清楚。那么如果第一部分跳过了，后续的内容不太好理解，为什么买进和为什么止损，为什么卖出。现在我们先看到有关观点的回顾。在之前我们说过一个变盘点，就是1月13号，那么也就是今天。那么市场呢走势出现了一个三角形的整理有一个向下的趋势线和向上的趋势线构成了对称的三角形。那么最近这个三角形被突破了。我们说三角形突破有2种情况，当然了，这句话是有用的废话。为什么说是废话呢？因为它这2种情况就是要么就是涨，要么就是跌嘛。股价突破有效的话就是向上看，而且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一般有效突破一个三角形整理区间，它后续的空间至少是这个区间之内高低点的1半，那么正常呢会走出它的1倍空间。是吧？如果这里是有效突破，你想想前面的高点到这一波下跌，它跌多少？那么后续上涨空间正常至少有它1半，那么空间是不少的。所以要么就涨，要么就是假突破。假突破就是往下，后续会走一个真的方向。那么这就是2种情况，而它会不会继续正呢？有可能，但是可能性特别小，因为三角形整理之后，它是一种蓄势动作，蓄势之后呢，会有一个方向性的爆发，它很难说在这里继续正可能性特别小。所以正常三角形运转之后它会走出一个波段比较明显的行情。所以我们在这种节点当中要关注了，越靠近夹角的地方越小心，然后当下又是突破，所以你要注意它的突破是否有效。有效就是它不能够去跌破之前的这条趋势线，它要稳在这里。只要稳在这里，股价回调时，连这一个上升趋势线如果都不破，是吧？基本上就往上走，那么大波段就出现了。而反之，如果价格走势突破之后一直震荡，反而往下破是吧？往下破了2条趋势线，那基本上市场它就是往下走的概率更大，先诱多再走真的方向。所以这是我们后续要去关注的，特别是作为波段投资者，你要特别注意后续的一个方向了。那么1月13号呢，它就是一个变盘日。好，这是以上我们之前所讲的观点。那么第二部分我们要讲一下212的变盘。最近这个地方的变盘点有点密集，所以除了这个交集点你要关注之外，还有一个212的 K 线识别变盘的方式，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学一下。那么这一个变盘点其实很简单，
就是您看一下图表当中的这个 K 线的颜色。对的，这一个方法，这个方案，它就只看颜色就行。今天如果是收盘大于开盘，它是一个阳线，那么你就把它定为一个绿 K 线，绿色。好，如果昨天像这个开盘价比收盘价是高的，所以是阴线不跟昨天去比，就当天和当天比开盘和收盘的位置。如果收跌就是阴线，收阳就是阳线，是吧？一个红 K， 一个绿 K， 就看这个颜色就行。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数一下，数什么呢？就是这个变盘 K 线它的形成条件。所谓的212，就是说它的颜色排列要有2天是同种颜色，1天是不同颜色，后续再接2天是同种颜色，这样的话就构成了212的组合。那比如说之前这个变盘点是怎么来的呢？价格走势之前这里有2天的同色，同为阴线，这一天呢是异色，它呢是一个绿 K 线。我们不看涨跌，就看颜色。好，这2天又是同颜色，都是红色，所以212就出现了。212出现之后，什么时候为变盘呢？为什么212在这里？那么后续变盘是这一天，我们需要把212的一个结构把它的规律给打破，才会出现变盘。那么212的规律，它的下一根 K 线应该是什么 K 线？本来就是阳线，2根阴线之后，本来就应该是一根阳线。好，一根阴线之后呢，它本来就应该走2根阴线，所以这一天的阴线是没有问题的。好，但是这一天的阳线就有问题了。这根阳线它本来应该是212当中的阴线，但它却是阳线，所以这一天就是变盘点。而如果它刚好在某些压力位附近受阻，这个变盘点则极大概率是一个变盘高点。好，股价下跌也是一样的，前面这里这是2天的阴线，而后它昨天是根阳线，再往前推呢又是2根阴线，所以212构成了2天阴1天阳2天阴。当然如果反过来是2阳1阴2阳也是可以的。那么构成这种节奏之后下一根 K 线是阳线，这有问题吗？这没有问题，它还保持这个序列。我们知道后面要走出2天阴线才行。好，隔一天是一根阴线没问题，再隔一天是一根阳线，这一天就有点问题，所以它是个变盘点。变盘点如果处于下跌途中，它很有可能是变盘低点，而后这个低点如果能够再走出强势的上涨，那么这种低点可能性会更大。好，这是一个变盘212的识别方式。我们再看到当下，为什么今天阿哲要再拿出来讲呢？甚至后续我们还会讲，是吧？因为这里是2天阳线1天阴线2天阳线，所以212就出现了。后续你要跟踪，我们看一下哪一天是变盘。如果今天直接走一根阳线，那么今天则为变盘，又是1月13号，那么就属于变盘共振，这个效果会更好。如果今天是收阳上涨，那么这个地方更容易产生的是高点变盘。那如果今天是假阳线呢？比如说它低开高走，然后收了假阳线，或者说低开高走的一根阳线，那么它就容易是一个变盘低点。特别这里有一个上升趋势线，所以变盘点呢是高点是低点，一般需要去确认。但提前研判，你要结合一些支撑和压力去判定。刚才我们说，如果有支撑回调假阳线，容易是低点变盘。那假如今天是变盘点，而它左边的缺口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去收阳站上，是吧？如果它出现一根长长的上影线来一根阳线，那么这个变盘点的阳线是不是结合左边的缺口压力，它更容易是个变盘高点，是吧？所以变盘点呢，我们可以去跟踪，今天收阳为变盘，今天收阴继续跟踪，下一个交易日可能变盘。那么以上就是212变盘的基础识别，然后如何能够去更进阶去使用呢？这里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212变盘一般是用于加速识别的变盘当中会更加有效，也就是说它出现212的时候，如果是加速下跌的，这个时候它更容易是一个低点；如果是加速上涨，更容易是一个高点。像之前这个下跌途中它有一个加速下跌的阴线，所以后续再变盘就很容易是一个低点。然后这个技术它不止指数可以去跟踪，个股同样也可以。那么接下来阿哲讲一下212变盘像特斯拉、英伟达都曾经出现过。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图表。那么如果您是我们的财生同学，您只要在键盘上打上2级变盘的首拼字母，您就可以调出这个序列了。这个序列它是一个变盘点识别的颜色变盘，那么有1级变盘、2级变盘。1级变盘阿哲觉得呢会更好一点，那么2级变盘很多用在加速当中会更好。像特斯拉之前像这种地方它出现震荡的时候，这种变盘点其实就效果一般，除非变盘这一天刚好有大的波动，比如这一天大幅的低开高走，还是 IRK 线买点，所以这个地方变盘低点的可能性比较大。当这种变盘点震荡它变盘之后也是震荡，就意义呢不是很大。那么哪种位置它容易变盘呢？
就是你会发现像这个地方有明显的大阳线产生，而后出现三小顶，那么这个变盘容易是高点。股价是不是加速跳空高开，然后变盘点当天还是低开高走长阳线，是吧？这个地方第二天负阴线，你会知道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变盘高点的可能性更大。价格走势呢，前期长时间的连阴下跌，连续还有大阴线加速缺口，这个时候出现变盘点，是吧？这里是2，这也是1，这也是2。好，这一天阳线，这一天本来是阴线变阳线，所以它是变盘点，所以这里就是加速之后变盘，那么就容易是低点变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关注，最好你找的是单边走势后的变盘，它更容易呢产生有效的高低点变盘。像前面这种股价下跌是加速的，那么这种附近容易是变盘低点；股价上涨是加速的，好，这里天变盘容易是高点。你最多的再确认一下收阴线收阳线等等的。像价格走下跌单边走了一段时间了，昨天还有一个长线影线，而后变盘，是吧？容易是一个低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那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是不是图中也有一些变盘点？像当时的这个地方是变盘低点，然后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跳空低开，而后出现变盘点所以它是一个变盘点。好像最近呢，这种变盘呢就比较普通，因为它是一个缓慢上涨，它没有加速所以这个地方是正常的反弹高点。好，这里就有用了，它有连续的缺口向上跳，最后呢是一根长阳线这个时候变盘容易是变盘的高点附近，所以我们可以经常去关注212变盘，很多时候是用于加速识别变盘高点效果会更好。看到指数环境也同样变盘点产生的位置最好有加速，如果没加速可能是普通的变盘，像之前这种地方它可能是震荡的变盘，震荡的变盘一般效果会差一些。如果变盘点前后有明显的跳空加速长阳长阴，它这种变盘点效果就会好很多，是吧？明显的跳空长阳产生的变盘就好很多。所以当下的这种212变盘，它如果能够在这里出现缺口的跳空向上，再是一根阳线，这种变盘点的高点可能性就会极大，或者说下跌，是吧？明显的低开，大幅低开，然后出现一根假阳线，这种变盘低点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就变盘点前后有明显大的一个波动向上，那么变盘容易是高点，向下变盘容易是低点，这是我们在用212变盘时要去关注的，它容易去识别哪种地方的变盘会更加有效，就是加速变盘212变盘会更加有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之前的观点回顾以及212变盘的详细讲解，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听到这里可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也可以呢在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当然，如果您手中个股阿哲没有讲到，你想要让阿哲看一下，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评论建议，或者说个股的代码。当然了，如果您还是一位新同学，还未订阅阿哲，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在收听视频的同时，可以动动小手指，点一下底下的评论按钮，点击之后，您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同时把这个全部铃铛可以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发布之后，阿哲所发的一个内容会用弹窗的方式提醒到您，您就不会错过阿哲的每一个知识点，每一次的行情解析了。那么在此，我们感谢老同学的点赞、评论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要讲一下日内的趋势，因为我们很多同学他可能不只做波段和日线的，他有时候会看一下日内的走势去做一些日内交易所以阿哲近期呢是加上了一些日内上短线的一些趋势和买卖点的分析。我们接下来看到日内15分钟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走势。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15分钟图表。那么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整体趋势目前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它的龙门线是向上的，然后它的彩虹带目前也是保持指示带。市场呢在我们上期视频讲过的，在龙门线附近有支撑，可以形成一个低吸买点之后，当下呢是再次的新高，股价能够不创新低而有新高，其实就说明它走出了一个上行的一个波段。接下来我们要去跟踪它的波段的回调低吸点和买点即可，以及我们要去具体识别什么时候可能趋势会再次的走弱。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图表当中，它这个指标，那么阿哲所分析的这一个模板呢，叫做山海趋势图的一个趋势分析的指标模板。那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您应该能够看得到这一个指标的一个形式，您手中的股票，您手中的个股都可以用这个模板和阿哲所教的方法去分析。那我们在上期视频是不是讲过，市场的走势，它如果出现这个前带子被突破，那么就可以确定前带子的有效，并且构成一个买入信号。像之前这里出现下跌时有一个前带子，好，它也可以称为聚宝 K 线，意思呢就是它这里是可以聚财。
如果出现钱袋子，不管你的个股还是指数，只要出现钱袋子，不管哪个周期它被突破了，正常来讲它会有一波财富的利润。那么这个利润可大可小，就看你那个周期级别。如果你是周线、月线出现钱袋子突破，那么级别是最大的。而如果是15分钟呢，那至少日内上呢会出现一些利润。这里是个钱袋子突破，而市场趋势走好之后，在昨天开盘的第一根 K 线也是个钱袋子，市场突破之后又走了一波新高行情。那么目前是一个紫色飘带，此飘带出现了钱袋子。那么也就是说，在今天的15分钟，只要出现收盘价突破，那么我们就可以构成再次的短线看涨点，继续看涨美股指数。然后大家注意了，特别是您如果是新同学，刚开始用阿哲这个趋势交易模板的话，你要注意这个钱袋子呢不是买点，它必须要确认的。像我们上次加下跌时，它的钱袋子是试探底下资金的一个力度，就是市场跌到一个位置，它会有一些抄底资金的买进，或者说去托盘，以及呢某些支撑位上会有人尝试去买进，那么钱袋子就会出现，就买的力量多了会出现。但如果这个价位它没有反应，而是跌穿，而是继续破，这个买入的这个力量无法去止跌，那么钱袋子将会出现下移，所以你会看到是股价的钱袋子有时候它会移动，所以我们必须要确认这个买方的力量足够强以止跌才去买进，那么这个动作就是要突破钱袋子。那么当下也是的，15分钟出现了这个钱袋子，那么我们需要确认它这个买盘力度足以撬动一波行情，那必须要有一根15分钟阳线突破它的高点，然后确认买进信号，这是15分钟短线可以做的一个进场点。那么什么时候代表风险呢？就是这个钱袋子撑不住，我们如果这个地方抄底的人，我们肯定不能先抄底啊！有人他提前左侧抄底，就这一部分抄底买进的人，他如果无法支撑得住，市场如果还是继续往下跌，那么就是风险了。所以在跌破的这个飘带开始，你就要关注了。我们之前说过，跌破飘带怎么去判定它的跌破有效？飘带为支撑，跌破时小心它跌破2根以上。像之前这里为什么会延续那么强的一个下跌，就是因为它跌破了第一根，跌破第二根，一旦破飘带2根，这里将是一个关键支撑，再往下破不止跌，一定要把之前钱袋子买的或者说回调买的开始减，甚至呢做日内15分钟应该跑了。好，你再又用钱袋子买了，那么现在我应该怎么看啊？就看2根，就昨天其实往下破了1根，破了2根，是2根 K 线，第一点就有支撑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有破没有关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是破的第一根，今天15分钟将会有第2根 K 线，第2根 K 线如果继续往下破，我们看2根15分钟破位 K 线里面的最低价格做支撑，那个支撑点不破，一切都 OK， 等15分钟出现钱袋子突破买进即可。如果继续破，把之前钱袋子买的应该把你的钱获利落袋了，不要一直拿着不动，如果你是想要拿长久的，你就不要看15分钟了，你看日线。所以每次当你发现钱袋子买了市场呢出现了破位2根以上，这个地方要跑了。当然呢，如果整体市场是黄色带，你最好不要乱买。我们更加做的就是市场趋势走好，然后出现钱袋子去突破买进。所以当下有一个买点，15分钟如果出现仿包，那么钱袋子被仿包作为买点。如果15分钟继续往下破位，那么今天找到2根里面的低点做防守，再破小心又要回到龙门线这个地方回去，如果也被破，那么风险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做趋势的时候，你是要一边进攻一边防守。进攻就是钱袋子出现突破买进，防守就是跌破飘带2根，然后开始减仓了，或者说大幅的清仓了，然后来到龙门线附近，如果跌破1根，跌破2根，也是看2根跌破龙门线，好看2根这里又有支撑，你发现它没跌破，又有钱袋子去买，好，重新积累你的盈利仓位，只要不跌破它没有问题重新有钱袋子，有飘带有其他信号再买就行。所以整体我们就是这个逻辑，如果这里再次破2根，小心往龙门线继续靠那么你就要先跑，把今天赚的钱先走了15分钟，等到回调再去买。这就是一个日内的短线趋势分析和我们的交易逻辑仓位的一个分配。现在是破位的第1根，一旦再破就要注意，可能是减仓的时候，或者说右侧已经开始可以减仓。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日内的趋势解析。当然了，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同学，
那么可能您手中还没有这一个钱袋子，就没有这个山海趋势图。那么如何能够去领取到、去使用这个指标呢？很简单，您只要先订阅阿哲，您先确定您已经刚才点了订阅了是新同学。好，订阅之后，然后您在右上角所弹出的小卡片，您可以点击那个卡片，找到助教老师。那么阿哲助教呢，就会给大家去装上这一个山海趋势图。这个山海趋势图呢，它有很多的组成部分，其中的钱袋子它叫做聚宝 K 线，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如果你要使用好这个指标，您需要认真的去听阿哲讲，同时呢，我们内部有一些课程，您也可以认真去学怎么去用好这个指标。因为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您会有3重福利，山海趋势图是第1重福利，您在成为阿哲订阅粉丝之后，您可以有1周体验权限。阿哲希望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能够立刻有所收获。你拿到这一个模板的第一时间，就去看一下你手中持仓的股票究竟处于什么环境、什么结构。如果是黄色飘带，尽可能不要随便加仓；紫色飘带可以做顺势而为。那么有钱袋子突破，可以去买进、去抄底、去加仓。所以第1重福利，山海趋势图，大家找助教去安装就行。如果您右上角没有看到小卡片，在底下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放在了置顶评论当中，您点击评论区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老师。熬助教之后，您可以领到3重福利。第1重就是山海趋势图，第2重福利呢是我们的盘前广播点位预测。那么阿哲呢，在每天开盘之前会把一些信息整理成图片，然后发送给各位。有一个专门提供给我们粉丝订阅同学的一个频道。那么在频道当中，只要美股开盘，那么阿哲就会写完了就会发。像昨天呢，夜盘虽然下跌阿哲也提醒到了，日内30分钟龙门线不能被破为有效。那么趋势线呢，13号变盘是吧？这些都有提醒。有讲到现在夜盘是下跌的，按左侧短线交易来讲，其实周1、周2的下跌都可以去左侧找买入机会。不过可惜昨天呢，就第一根 K 线15分钟低开，所以跌得不是很深如果它周1、周2能够往下跌的话，其实这个买点会更好不过目前跌得不深，那么就顺势而为没有必要呢去硬买到下跌。所以盘前广播呢，是阿哲把一些盘前观点个股的一些点位会告诉各位。那么一般还会包含3只标的，纳斯达克、特斯拉和英伟达，他们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位会告诉各位。如果能够突破压力，一般呢就会变成看涨；如果是跌破支撑，一般呢就会转为看跌。所以目前的英伟达还没有转为看涨，纳斯达克和特斯拉呢就还维持看涨。这是我们每天的盘前广播的一些内容，希望这个也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本周的课程。一般来讲我们除了公开的视频之外，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也会在内部课上为大家举办一些专门针对技术分析的学习，也可以称其为主题班课，每周基本都有不同的一个主题。您只要是成为了阿哲订阅粉丝同学，找到助教，第3重福利就可以参加本周的内部课，从1月13号开始到1月16号结束，4节内部课程。您如果想要学习更多技术分析的基础知识，亦或是进阶的和市场去结合的分析，那么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内部课。相信呢，结合山海趋势图以及这些知识点，会让您在交易上更加明白和清楚。那么以上就是针对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3重福利，大家找到助教那么领取之后，那么大家找到助教就可以安装领取3重福利了。那么以上是关于指数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第2部分是关于个股的解析，第1支标的是特斯拉。我们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特斯拉呢，在遇到左高的一个压力之后，出现了一个回落。目前呢，其实还是低点在抬高，高点也在抬高，所以它是一个上升的通道的状态。而在这种通道当中，市场的回调是连阴的方式。这种情况下，一旦止跌上行，我们是可以有一个预期，就是如果它再走一个通道，那是不是它这里如果是通道的下沿，那么它会不会再去新高呢？这是我们在一个震荡通道当中所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所以股价连阴下跌之后的止跌，我们尝试去把握这种反弹。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通道它不会一直维持，它已经持续挺长时间了。这个时候如果它反弹弱，无法创新高，是不是通道附近可能还要再去破一下它的下沿，可能会有一个其他的通道支撑。所以我们这里要小心，本次上行直接能够力揽狂澜，直接创新高，说明通道在维持，甚至呢回复上升，甚至会走强。而假如像我们所看的这个中间的这根线是之前上升趋势线的一个拓展，这种情况下，这根线之前我们说过，它如果在这之上是有可能走加速，
是吧？如果这个条它不破这个线，它是有机会走强的，但它现在破了这根线，说明它还在一个正常的通道当中，甚至有点走弱，所以这个反弹这一条线它将是一个压力位。市场如果走出反抽遇线有压力回落再破这个低点，那么要小心了。那么你要看的就是下面这个线能不能支撑，这个线其实离得比较近，所以我们在这附近，你想要做波段的投资者，我们其实可以把你的防守位放在这下面这条线上，它不被跌破，有支撑的话，这附近的回落用左侧下跌买进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只要就还是那一句话，只要你的逻辑清晰，盈亏比合适，整体它符合你的买点，那么你就可以去操作。所以按照波段甚至是中线以上相对看得远一点的，你就可以用这一个通道下沿做防守，然后往上去看它能不能新高，能新高就一切没问题。如果向上过程当中上面这个通道就是压力，那么小心它持续震荡或者说走弱。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从相对的中短线来去看一下，用上海趋势图来瞧一瞧。那目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而在股价下跌时，为什么当时在这里提醒大家可以去注意了？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前带子，前带子产生而后被突破，这里是不是一种右侧的买点？当时这里呢其实有一个九转，那么阿珍呢把这个九转调出来，目前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九转的信号，股价的神奇九转，大家手中应该都有这种指标啊，类似的就行。前面呢出现了一个上涨，后续回调，回调时出现了一个九转，那么这个九转呢就可以直接构成一个买点，特别当天还是一个 IRK 线。好，我们之前说九转这一天买进，然后突破再买进，所以这里正常你应该是有2到3笔的仓位，有2笔可能是左侧的，1笔是右侧的。好，你的防守位呢可以放在 411.84， 当然这个止损看个人，如果你觉得太长了太远了，那么你可以放近一点，因为这个止损所看的目标位是上方这个1号 K 线的最高价格，所以这个盈亏比它是合适的，正常是3比1左右，所以它的止损才会放在这里。那如果你看的范围不是很远，这你说阿哲我看不到那么远，我看一半，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防守位放在9号 K 线偏下一点点，是吧？你说跌破9的低点附近我就卖也行。所以这种东西呢，看个人的交易风格。如果还是按阿哲来说啊，你做中期的，你的那一部分仓位，是吧？你买点还比较好的，买的比较低的，你就按这个防守位，然后往上看这个目标位也是可以的。好，那短线目前有一个压力啊，就是市场碰到了我们的游龙服务线。现在这个下沿是什么呢？下沿在 454.48， 它是游龙线，也是短期的第一个目标，股价碰到它有上影线，而后是一个上阳小顶，所以当前就是验证特斯拉走到这里究竟能不能因为超跌而产生强势反弹。如果这里就是一个走弱的信号，那么它会产生一个动作，就是上阳小顶之后啊，出现收明显的下跌阴线，大家听明白了，是明显的下跌阴线。如果这里是小阳小阴，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它继续往上走，要去碰另外的压力位。这里如果出现负阴线高开低走，或者说明显把它的防守位给跌破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它就是一个反弹，而后要往下去继续走下跌趋势一个节奏，这就比较风险。所以黄色带一旦产生时，股价前面下跌破位的时候啊，它破位了第一根，破位了第二根，再往下破，你就知道比较麻烦，它的支撑位破了2次，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往上走，就说明它是一种趋势改变之后的反弹，是大概率事件。这种情况下，它必须要走一波强势的反弹，才能够改变我们之前的看法。所以每次出现破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是一种趋势的破坏啊，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趋势破坏之后，它一定要新高。如果股价收盘不能新高，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啊，就是破位飘带之后，左高就是强压力。正常上升趋势啊，左高是弱压力，但如果跌得狠了，破飘带了，再往上它就是强压力，强压力不过再破飘带，那么市场就容易走弱。当时这里有长达1-2个月都是比较弱的，后续这里又破一次再破一次，股价还在往下破，是不是打开下跌空间？而后出现了前带子仿包才出现上行的，上涨之后目前又在破了。当市场连续出现破位强势的时候，这一波上涨飘带就会形成强压力，左边高点就会形成强压力。所以当前的行情走势目前有几个压力，一个是 454.48， 还有一个呢就在464附近啊 464.57， 这是第一重压力。然后就是上方前高附近这个神奇九转的第一根 K 线的高点，这个高点在哪里？是 489.09， 也是前高附近啊，所以这些就是反弹时要注意的压力，因为它已经破飘带，
所以我们整体呢就预期低一点。目前其实已经有所盈利，做纯短线的基本碰到压力收长上影线就减仓，收阴线直接跑。做波段的你就要把你的盈利拿出一部分，就你不用担心后续回撤，就回撤干嘛呢？我大不了盈亏平衡，或者说我亏一点然后我就走，这笔交易呢做一个试错。如果做波段就拿这根阳线守着，是吧？跌破之后呢你就略亏然后离场。而我们更加希望的，也是短线波段来讲更加希望出现的，就是你不要考验我了，直接连阳上去，是吧？直接突破，那么直接站稳，是吧？那么这是最好的。当然那种行情有，对于短线波段都很好持股的行情会有，但是比较少见。所以当下呢就有了一些弱势的表现，一旦今天不创新高，无法比昨天的高点高，而是高点下跌，是吧？短线就该跑，那波段呢就继续拿。好，以上呢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它走了一波很强势的一个上行。之前我们用中期选股的方法，是在170附近找到了这种龙门线以及飘带比较靠近的这种股票，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走三角形？但它的三角形比指数要提前去突破，提前有效所以它走得很强势。我们也是认为它这里是一个反转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只能说概率比较大，不代表100%的反转。因为曾经我们也做过龙门线附近的股票，也有反转失败的，是吧？之前那个 HMS 阿哲还记得很清楚那个呢就反转失败，它只是反弹。所以当前的亚马逊呢，我只能说价格走势这一波股价上涨你是可以把握的，是吧？回踩飘带而后反包这种地方短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涨到现在这里，它有一个金顶 K 线，顶 K 线就是股价出现黄色 K 线的地方，它是一种价格已经不能够再去加仓，已经容易出现高点的信号。不代表一定会跌，但它代表你再买就容易追高，是吧？所以出现金顶 K 线之后呢，你尽可能不要加仓，而是等它风险释放之后再去考虑。金顶 K 线产生，不要乱加仓，等它风险释放再去考虑。包括前期的这种位置，有金顶出现了，不要乱加仓。你前面不买，你这个地方非要买，是吧？有金顶出现时不要加仓，等风险释放再找买点。出现金顶了，不要加仓，风险释放再考虑机会。如果有机会就买，没机会就不要买。所以当前呢，我们出现金顶 K 线了，市场产生了，就是说明风险，风险加上影线，那么这里不能再加仓买进。如果收出一根阴线比昨天低点低，基本上你波段短线这里都要减仓，短线直接跑就行了。好，后续呢看到飘带的上沿，它的游龙线是 235.961 作为支撑。当然如果这一波走势很强，它不一定会调到这里，一般调一半也有可能，就是它类似于修复一个加速后的乖离。黄 K 消失代表风险释放，它可以走震荡去消化风险，也可以呢走快速的下跌消化风险所以这两种都一样，只要消化之后再出现买点，再做波段加仓也是可以的。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您手中的个股，如果是金顶 K 线有了，不要再加仓。如果你发现它出现的是一个蓝色 K 线，这种叫踏浪 K 线，只要你的个股目前是蓝色的或者说是白色的，只要有反包或者说有这个钱袋子，那么就相对来讲它至少是低位，可以作为买点为后续的上涨。但如果是金顶 K 线已经是成为金色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了，你就小心你要做高抛，不是做加仓。如果目前您还没有激活上海趋势图，你还看不到这个金顶踏浪等等的信号 K 线的话，记得在右上角你先订阅阿哲，然后在右上角呢去小卡片当中找到助教老师，而后去转一下这个模板，去好好分析一下您手中的个股。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呢，它的走势还是比较混乱的，它目前有点像什么呢？就走了一个类似向上的这种箱体，这种箱体不太好，因为它是走了一波比较明显加速下跌之后往上出现的这种箱体，它就会偏弱一点。这种箱体呢就是旗形嘛，就相对偏向于这个应该是叫做熊旗反正就是后续看跌的概率更大，但它看跌的一个情况呢是破我们所说的这个下沿。好，所以当前呢你要注意的是，它这个之前我们所画的颈线位它突破之后又回来了，所以当下呢还有点压力的感觉，这个地方要明确启动止跌我们再去买，所以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止跌启动再去买会更好一点。之前呢在这个地方震的时候，就很多同学耐不住市场的波动天天想着去买那你会发现它震着它就是没有启动信号。如果你提前买了，你去搏它后续能够加速，你会发现后续股价反而继续下跌。所以市场的走势很多时候它不会往你想的方向去走，而你最好是等它出现了那个方向的信号再去买进会好一点。现在这里是买点吗？
其实它可以算是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它不算很好。昨天我们在财神频道当中有讲过，这个地方如果要买是可以作为买点的，因为它是个 IRK 线。但为什么说它不好呢？因为它在山海趋势图当中呢还有一个地方没确认。目前我们来看一下山海趋势图，不好的点在于它目前是个踏浪 K 线。那有同学说，阿哲不是说踏浪好吗？那前面的金顶才不好，那踏浪不是好吗？踏浪是好的，金顶呢是不太好去买的，但它只是相对而言。踏浪来说呢，它能够进入到踏浪 K 线的蓝 K， 已经说明它跌得多了。好，那股价如果跌得多了，它才会出现踏浪。那这种情况下，说明短线的空方是不是占优啊？所以它才会跌得多嘛。所以这种情况下，说明空方是比之前强的。所以它比之前呢震荡之后再启动，现在再启动呢就会弱一点点。所以昨天这里的低开高走阳线属于买点是没问题，但它还处于超跌的范围，所以超跌它要转为正常恢复才比较好去加仓买进。所以当下属于 IRK 线可以买，但买的可以少一点。后续呢能够反包收出正常的阳线，它不再是踏浪的蓝色 K 线，而是直接呢看涨。像之前这里也是的踏浪 K 线加钱袋子，你不能说还是蓝 K 线的时候买吧。所以正常昨天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作为买点。所以我们下一个加仓点最好是蓝 K 消失有突破那么出现之后作为买点。现在呢就不太好。然后一般来讲，金顶 K 线出现的时候呢，你就不要管它后面还涨不涨，因为有些股票金顶之后还能涨，但是它已经不是买点了。像金顶 K 线产生之后，不要乱买。纵观你的整体生涯，或者说你拿一只股票出来看，就基本上金顶之后还能涨，有没有？肯定是有的。但金顶之后跌的概率绝对比涨的概率要大。这个跌不是说直接暴跌，而是容易产生高点的可能。比如说这一天金顶你没有买，股价加速是加速了，你很可惜。那这一天金顶的时候，难道你就敢买吗？你一买发现它就调了，是吧？这个金顶加速，这里金顶是调的，这里金顶是调的，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金顶的位置它代表短线，你最好不要直接买，你调了之后再买会更好，是吧？金顶产生调了之后再买，金顶产生调了之后再买金顶产生调了之后再找机会买。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金顶产生调了之后再买。所以目前就调了，有蓝 K 踏浪，好找买点的买点就行。目前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支撑位，就是这个飘带的下沿是 186.317。目前我们看一下它的支撑位，就是飘带的下沿，我们的伏5线，看一下左上角这个数值是 183.315， 它这里就作为支撑。那么上方呢 186.317 作为小压力，因为是子飘带，所以是小压力。如果要更加保守，就等它收盘站上游龙线作为买入信号，收阳看涨。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特斯拉、亚马逊和英伟达的一个分析。那么下一部分来到第3点。第3部分呢，我们会讲的个股比较多，所以阿哲呢可能速度上会更快一些，但是阿哲依旧会用山海趋势图在趋势上告诉大家明确的一个方向。第一只标的看到谷歌，我们所看的是谷歌的一个日线图表。那么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一直处于一个龙门线向上，而后趋势飘带，它是不是一直保持的是向上的紫色，偶尔会有黄色。大家注意了，这种黄色呢不代表它就转为下跌趋势了，而是说明它有一些调整比较深的一种情况。但你只要看到市场它跌破的一个幅度，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它没有再破，那么这种黄色的一个飘带呢，它就不足为虑，它只是一些噪音，这个噪音比较大，所以呢飘带呢没有完全过滤掉而显示出来。它只要还在破第二根，那么出现了买点，依旧看涨依旧作为趋势顺势。而股价如果回调的一个力度它都没有噪音，那么这种地方回调就作为买点。好，近期也是一样的，是吧？这个低点就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第二根，2天里面选偏低的，这是支撑。又有一个蓝 K， 又有一个钱袋子，股价突破，所以看涨。看涨的话，价格的左边高点因为被破位了，所以它这里是压力。那么压力目前已经过去了，所以市场的趋势呢我们依旧向上看涨。而后要注意一下，目前在走一个趋势的上行，而上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有了这个神奇九转的4根 K 线。我们九转的一个延续是跟4天前比，也就是说这一天为什么是4呢？它要和1、2、3、4，就它只要比4天前的收盘价高，它就是4号 K 线。那么后续5号 K 线就和这个1号 K 线的阳线比，它只要在它之上就是5号 K 线。就九转的话，你要注意，一旦形成9，容易呢是一个风险，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另外一点就是它已经突破左高，那么目前感觉至少站上的概率比较大，还是一个指标飘带。那么左高突破买不买？一般不买，
就阿哲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做趋势交易，突破不代表不能买，是吧？有时候突破你买了之后利润是不小的，但是这种情况下就和金顶 K 线买不买是同一个原因了，就突破之后买入加速的概率和你突破之后买了容易见高点的概率哪个高哪个低，还有就是你回调买入它的一个成本优势以及心理的一个承受能力啊，和突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要特别小心的是趋势初期和末期的时候，这两个时期它的整体力度是不如主升浪。主升浪阶段可能突破之后你买了怎么买啊？它可能就走加速。那如果是初期呢，它可能就是突破就是高点突破就是高点，突破就是高点。初期和末期就有这种特征。那价格走势，谷歌已经走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主升浪了，那你说这里它会不会走为末期？不确定，但是已经概率会越来越大。所以当下不管它是什么时期啊，你做回调总是比做突破去买会好的。那像之前这里你买了这种点位以及你买了突破的地方，你觉得哪个好？那肯定是买了这个地方好。所以你的仓位呢，你说这里能不能买？可以买，但是你的仓位肯定是小的，不能够把所有仓位堵在这里，是吧？应该在这种地方去找买点。那有同学说阿哲，那我之前这里我没看到啊，之前我没有上海趋势图，我看不到这个点，那你就等下一次，就不要着急。你现在没有，你非要去买，那没必要，等它后续回来了，飘在附近啊，找机会不就行了吗？所以我们看到飘带的一个游龙线的支撑是 318.268， 当下买相对是博弈加速，但成功率会偏低，回调买至少成功率不能说高太多，但至少是安全的位置，所以找这个支撑点，回调之后再找机会。现在这个股呢，我们再看到甲骨文，甲骨文先看趋势，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是下跌走势，下跌走势所有的上涨都以反弹看待，这是一个宗旨。所以哪怕你发现下跌时它有一些什么踏浪 K 线白色 K 线它都只是反弹为主要的。而我们要关注的是黄带附近的风险，比如说九转出现了这种就是大风险。那么机会呢，只能说小机会，风险是大风险，机会是小机会。所以任何的一个下跌黄飘带过程当中的机会都只是小机会。比如这个下跌，是吧？它也下跌，它也虚势，它也九转，那这里为什么起不来？你不要问阿哲，阿哲也不知道，阿哲只知道这里是下跌趋势，本来就是小机会，这个机会买不买都那样你就算有蓄势有白 K 有白玉，那突破之后它不也是小机会吗？我们说交易你就要做相对比较大概率的事件，黄带下的所有上涨都是小概率的反转可能，大概率的反弹机会，所以你要先看反弹再看反转。目前有没有可能反转？我们说要看几根 K 线看突破的一根两根，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压力，两根取偏高的是压力，像之前这里两根取偏高的是压力，所以压力有了，接下来它得要破压力才说明这个力度够，而后转为指示带，股价有支撑，而后看反转。目前就还不行，因为它啥都没有，所以价格走势我们就先小心这个黄色带附近所产生的压力。那么黄色带之下呢，所有的买点就仓位小一点点，就哪怕你偶尔看到有这种情况，是吧？我这里有买点出现了，突破买了，它是加速，那我买少了怎么办？买少了就买少了，我下面下来之后我再找机会买入多一点仓位，该赚的时候也该你赚，就看你会不会找到这个机会而已。如果你不会找到机会，你很多时候是蒙出来的那种行情，那你下次也会蒙亏回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它的这个价位有可能转支撑，它的伏5线是 195.22， 你也可以看左上角有具体的数值。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 MSTR 一眼过去是不是又是黄色飘带？那基本上不用看太多黄飘带的话就说明机会哪怕有也只能看反弹，目前依旧是飘在附近，所以看左上角它的游龙线是 160.44， 伏5线呢是 165.619， 所以两个压力在这里，当下呢还没有过去。那这里如果做多，空间是不是直接在压力附近？你肯定不能买到这附近吧？最好的就是等一等，有时候等一等你的主动性会强很多。突破两根有压力，再突破价格回踩有支撑，你过一段时间去买比现在买要相对好很多。你无法去肯定这个地方它不会是之前这里，如果这个地方是之前这里，你又买到高点了，没有必要好，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下一只股票呢是微软。微软它也是一个黄色带，这个黄色带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在170附近。我们说170龙门线的价位和黄色带一旦靠得很近，而且是走震荡，它就有可能是中期底部行情。像你刚才所看的什么亚马逊飘带和170靠得很近，这些其实哪怕它是黄飘带，你也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中期底部行情，
走反转的概率是有的。那么刚才的 MSTR 为什么不行啊？你看这个龙门线在哪？龙门线在上面，离得那么远，确实它有可能超跌反弹，能够有这么大的空间，跟扩位一样，但小概率事件，而且买的时候很多时候仓位也不可能多多少。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看微软，它有没有可能在这里走中期的这种底部行情。当下来看是有这个机会的，因为它前面破了一根，破了2根之后，它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跌破，所以整体170附近走震荡，然后它的飘带是由宽变窄，它的整体下跌动能是在变弱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又看到它有一个我们的前带子，前带子呢是支撑点，就是它只要被突破，这个支撑就有效啊，突破支撑就有效。所以股价呢它迟迟的不跌破，那只要不跌破，那么这里就说明多方呢有在吸筹的动作。当下也是一样的，除非来一根阴线把这2个前带的区间给跌破，那么这种呢就说明它这个要往下走了，就很危险。在此之前，这里看2次回踩还是有机会的，但它有机会不代表你就全仓满仓的买进去，我们必须要飘带颜色转为紫色，而后找顺势买点才能买大仓位。在此之前的买点呢，只能说小仓位去左侧试试建仓啊。当然，这种建仓呢看个人，如果你做顺势会更好，因为这种建仓的成功率不大啊。就像前面这种地方，我们要注意的是，你去博弈这个地方是反转点，不如呢去等它走出反转之后再去买，是吧？你的胜率会更高。好，所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看到 AVGO 最近走势是一个比较大的震荡行情。它近期的反弹呢，是不是也是蓝色 K 线踏浪加上聚宝 K 线，然后仿包出现反弹，但反弹力度不强啊，跟上次没法比啊。上次呢，这个聚宝 K 线突破之后呢，市场是快速新高，这里突破之后啊，震了那么久，只是目前还没有创这个低点，所以整体的震荡还能接受。它是一个横盘，离龙门线也不算远，所以它整体如果你是做中期以上的交易，这种地方不用看太多准确的位置的话，你就完全以170附近做参考，做防守即可。但如果你是做波段嘛，那么要注意了，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黄飘带底下有支撑，上方有压力，而且压力目前一直没有过，所以不算强。只能说如果你持有的，那么就先再看看，如果没持有的，它不作为一个做多的首选标的。看一下它的游龙线 344.997， 负5线是 353.788。 再看到下只个股，下只股票 AMD 所以也在震荡啊，因为美股最近指数就是在震荡，所以很多个股跟随的也是震荡。震荡时呢，就做高抛低吸咯。价格走势有蓝 K 踏浪，那么仿包，那么就是反弹黄飘带，是吧？有踏浪，有聚宝 K 线突破啊，就是反弹黄飘带。现在也是一样的，有踏浪，那么没有止跌，还没有止跌啊，要等止跌，等止跌有仿包，那继续往上看反弹。只是反弹的时候啊，注意一下，它大概是这么个箱体啊，所以反弹的空间大概就是这么大。目前走下跌到了5转的地方，小心呢它往下继续走，走到9转。一般一个股价下跌走到9转，就奠定了熊市结构，那就不太好。所以这里尽快的啊去止跌仿包，然后把这个9转给打破啊，往上再去看一个反弹。目前就还是维持超跌，还没有买点产生。上方的一个飘带，它的游龙线压力在 212.556， 负5线呢是 213.674。 而后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OD， 它呢其实还是结构 OK 的，它也是走了一波相对的强势上涨之后啊，走的震荡。这种震荡呢偏向于三角形的一个整理，而且目前是没有突破的。这种整理又在龙门线附近，所以它很快又会靠近收敛，而后再选择行情。像之前像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只是这里呢它走的是一个正常的相对的震荡下跌，而后选择上破回归上涨行情。就行情走势它不是每一次都只是微调，就很多时候它有时候可能微微调一调就好了，这种是小级别的调整。一旦累积了过多的上涨之后，它需要迎来同级别的一波下跌，所以这种下跌呢一般就会超过飘带的范围。所以跌破飘带2根之后啊，如果还反弹遇阻有压力就小心了，一般要往这个龙门线去奔。所以调到龙门线附近呢，就有可能是一波大的趋势风险释放之后的低点，所以这种位置要注意了。当下也是的，一波长时间的上涨之后回到龙门线附近，它有可能风险释放完毕。好，这个地方要随时注意一些方向性的突破。当然你也可以更稳健一点，就等待明确的突破再去看。当前只能说有低位信号，但是没有右侧的启动点，所以你的方向不能完全肯定它会往上，只是这个地方它有机会是一个中期释放风险之后的底部区间而已。目前的聚宝 K 线也基本都产生了
支撑突破，股价回来聚宝 K 线突破也有支撑，所以整体来讲低点在抬高，这个机会呢在变大，最好是等突破飘带回踩有支撑会好一点。像之前这里突破飘带，是吧？我们认为它回踩有支撑直接买，但你发现它没有支撑那就不行了，这种反弹有压力就还是弱，所以要突破回踩有支撑找机会。当前要突破的话，看到上方它的一个负5线是 121.031，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的话跟特斯拉一样，股价下跌有扭转，然后反弹到飘带附近啊，可以说是基本上一模一样的走势啊。它的飘带下沿当前是 662.76 作为一个压力，它的上沿是 686.69， 它已经构成了右侧突破之后的反弹，所以同样的它是跌破了几根，跌破一根跌破两根，所以这个支撑呢还有用，股价支撑有用不代表就不是反转，它如果这个反弹到这里就有压力，下落的时候要小心，就要开始减完仓之后，如果它往下破这个支撑点，就说明它要往170去释放这个风险，所以这个地方就容易是一个还未调整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股价下跌，它的路径要怎么走呢？要往上直接站上飘带，飘带不能够有强压力，然后才能够去看新高。这里如果飘带就有压力，就往下走弱，不管是走震荡还是直接破都不太好，短线都要跑。所以因为离170还比较远，你短线和中线最好一旦遇阻还是要减仓的。目前这里的压力啊就是 662.76 啊，要小心。如果直接过，那么就看能不能够突破上方的这个 686.69。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就还是震荡，没有太多需要讲的。震荡的话就一定要等一个明显的向上突破才行，不然的话就是高抛低吸，它的破位还是可以看2根的，就它哪怕是震荡也可以看，有时候震荡呢反而可能更好看，就往下跌破1根2根是吧？它基本就有支撑出现止跌，往上突破也是的，突破之后1根2根就有一个压力出现啊，突破之后1根2根有压力，跌破之后1根2根有支撑，所以这个方案呢，它在下跌不是震荡的时候啊，它的支撑压力位会比较有效啊。正常就是脱离飘带2根，基本震荡行情容易见高点；脱离飘带2根，震荡行情下沿它容易见低点。这种是高抛低吸的一个技巧，但它的风险性比较大，所以不能够以此作为长期操作，只能偶尔呢看到之后你实在找不到标的了，可以去做一下。整体目前就是下跌往上破，目前破了有破吗？这里收盘价是 82.90。然后它的上沿是 82.87， 所以这里破了第1根第2根，所以这里是一个压力。好，这个压力如果还能继续往上破呢就不正常，因为它正常来讲破2根就是压力，所以这里破了1根2根，这里是压力，这里如果还能收阳破可以作为一个买点，比如说可以买在异常点，这是短线的一种方式，就是买在不正常的地方，这里如果还能涨突破收盘，那么这里就不正常，那么下一个目标看左边这个高点，就短线日内啊可以这么去看。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SMCI 一眼看过来都是黄飘带，黄飘带的话就不能作为好的买点了，上涨反弹有压力就是风险，目前压力在 30.317 和 31.298， 价格只有突破有效回踩支撑才比较好去做，当下只能说下跌减缓，但不代表下跌被终结，不能直接看反转，离龙门线有一定的距离，但还没有启动信号，所以继续跟踪，不作为主要做多标的，只能说观察观察。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OKLO 它就是黄色 K 线是吧？黄色 K 线就不要加仓了，你之前有钱带有这个蓝 K 突破的时候你不买，到了黄 K 你反而想买了。好，价格走势黄 K 就不要买，等它调整，目前开始调了，开始释放风险，而后缺口是一个支撑，在这里如果走震荡再收阳线就作为买点，如果直接往下落就等飘带做支撑，飘带的上沿是 87.986， 而后龙门线和飘带是靠近的，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不错的位置，一旦回踩这个位置将是一个强支撑。下一只个股呢，再看到皮尔提亚，那皮尔提亚也在龙门线附近走出震荡，这个震荡有点像菱形，就是它差不多有点这种结构。好，这种结构下最好也要等一个突破，如果是选择跌破，那么170，那么龙门线如果守不住，那么它是一个风险的概率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要小心。好，价格走势当下呢已经是跌破了1根，跌破2根，而后有聚宝 K 线蓝 K 向上反抽，反抽时啊，这里是压力，这是不太好的。就一旦黄色飘带有压力，这种地方哪怕它这个支撑还没破啊，也是开始慢慢的变成容易去破了。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往上快速的过这个飘带，飘带的压力不能够一直持续。如果这里再收一根阴线走弱啊，这个 166.35 的点就比较小心了。我们看到飘带的一个压力 181.701 和 184.369，
而后呢，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还是空方的下跌趋势，低点在降低，高点也在降低，哪怕有蓝色 K 线、聚宝 K 线啊，也只能看个反弹而已。反弹之后就是压力，就是风险。目前呢就是反弹后的回落，小心创新低。这个支撑呢，它有一定的力度，因为它是个大缺口，大缺口加量能，量能应该是有量的，这一天是放量的，所以股价回落呢，这个缺口有支撑，如果支撑有效能够收阳线，那是不是有机会破飘带？哦，看一下能不能转。所以当下呢就看一下压力，它是249.183。那么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re 位的话，之前我们说过，它其实也是通过量能的异动去发现的。这里是一个背量之后缺口背量缺口不穿，市场后续容易有机会。然后这里呢是不是又有明显的放量？这里又有明显放量。我们说过啊，这个位置你完全可以以这个底下为反手位为止损，收盘跌破你就走，不然的话。我就大体在大阳线一半附近去找仿包阳线的一些买点。好，那么买入之后呢，看170的距离，当前呢就是已经开始脱离这个区间，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前面买了之后开始有盈利了，盈利有了之后啊，要注意了，这个区间最好不要跌回来，所以它要用它作为箱体区间往上再去看到我们的一个龙门线的一个压力，或者说龙门线的一个空间。当然正常来讲，我们说是可以看到龙门线，过呢龙门线的一半要小心，因为它有可能只修复一半的乖离，不一定会修复全部，所以一半呢大概就是97.2附近，那么如果是全部的话就是112.309附近。这个地方一旦走弱，你要注意了，因为是短线，因为趋势还不好，所以你要做的是高抛，先获利了结，落袋为安，等到回调，因为飘带已经转为紫色，是吧？这一波上涨如果不快速下跌，而是走震荡，飘带会慢慢的变宽，然后再去回调找买点会更好。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美光的话就是强势的一个上涨，股价呢上涨时，那么黄 K 不要乱加仓，当然你会看到黄 K 不加仓后面涨的那么多，也一样的，只要黄 K 就不加仓，就哪怕它再怎么涨我就是不买了，因为我知道股价的趋势交易这不作为一个好的买点，除非你做的是强者恒强，就是我就是做极强后的再次走强，但这种走势啊很少见，你如果真的非要做这种股价，很多时候你会买到这个点，就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一个加速点，而是高点的概率会更大，加速之后再加速的可能性和加速之后见高点的可能性，两个谁大谁小，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前面回落时有聚宝有蓝 K， 回落时有蓝 K， 那么这些地方是突破后的好买点，到了黄 K 的地方应该考虑减仓，而不是再买进。好，后续呢就只能说顺势看涨，持股待涨，那么等到回带飘带我们再去看，飘带的上沿有龙线是308.209，等到回落再找蓝 K， 再找聚宝 K 线等其他的信号再去买进。现在呢就继续看因为它已经有避险小人说明股价的一次衰竭，之前这里衰竭之后股价还能加速，好，这里呢衰竭，看一下还能不能再加速，可能性是极小的。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Meta 就比较弱了它走了一个震荡，然后目前有一个小钱袋子出现，而后是个反手阴线，我们等一个反包阳线突破，然后构成买点。它的压力呢就是飘带，在下沿目前是655.668，上沿是657.75。然后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RKLB 它出现了9转 K 线的第7根了。每到9的位置呢，就注意它可能会给你一个回调，只要是指飘带，那么9呢不是一个风险，反而是下次买进的机会。所以目前是7、8、9，它只要比4天前高，那维持多2天，基本上就到9了。9之后如果衰竭走回调，那么飘带附近找买点即可。飘带当前的上沿是77.025，目前不作为买点，我们要找回调的买点，而不是做新高之后的买点。像这种股票，你看新高之后，你再看机会就少了。新高之后已经加完速了，机会就少了，还不如找回调后的买进信号。所以当下考虑的是减仓而不是加仓。这是 RKLB 的分析。以上呢就是1月1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